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主题是推开奇迹之门。推开奇迹之门，在这个奇迹之门背后啊，会有什么样子的惊喜、好运，还有幸运等着第一组的朋友，要让第一组的朋友们去接收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选到的这张能量牌卡，是一张彩虹的能量，在天空中发射出彩虹的讯号。这一张牌哦，它是一个更高的力量。抽到这张牌的朋友啊，可能你过去有一段时间哦，觉得你前面的道路是很模糊的，让你有一种看不清方向，或者是说迷失的感觉。但是这个彩虹的能量，这个更高的力量，它出现在你面前，它是要消除你所有对于你的选择，对于你的思考模式，对于你这个人的自我价值的一个怀疑，它要将你所有阻碍你前进的、阻碍你进步的这些不好的、黑暗的，或是一些错误的对自我的评价等等的，来自他人、来自自我的一个封印、一个咒语，它都要将这些一扫而空。这个彩虹的能量要帮助你消除这些不好的东西哦。可能你们过去在情感的路上，在这种事业的、在人际的道路中，有被别人用过不好的话语迷惑，或是说对待。可能你曾经是属于需要去努力寻求认可，或者说努力去寻求一个讨好，想要去获得别人的称赞哦。那这一张牌的能量一出现啊，你们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是突然想通了。因为你跟你内心的更高的力量做连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本来就不需要活得这么卑微，你不需要去寻求别人的认可，你做的这些事情啊，并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你自己究竟想不想要，你自己究竟喜欢不喜欢。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跟某一个人，你的前任藕断丝连，或者是说心里有各种纠结内耗，没有办法放下的话，其实这张牌的能量一出现，它就是一个斩断，它就是一个放手。你可以去放下曾经纠结你很久的事情，这种情感，放下那一些本来就不属于你，或者说现阶段已经不适合你的人事物，你要带着彩虹的力量往前走。而且当你放下这些旧有的东西往前走之后，你会发现宇宙给你的礼物，或者说宇宙给你的这个新的人，宇宙给你的这个新的职场之来的这个跑道转换的这个方向，或者说转换的新的这个职位，是比之前还要更好、更强的，更适合你的。所以大家不要去好像留恋说一个旧有的回忆，这个回忆其实去伤害你的，让你没有办法前进的，让你在某一个情绪中纠结，某一个情绪中痛苦，你要去抽身。而这个彩虹的能量会帮助你抽身，帮助你远离一些不真诚的、隐瞒的这些人事物，让你走向更光明的一个地方。你们要去相信你的直觉，你要去相信宇宙对你的保护。当你在这个地方，或是当你跟这群人相处得很不舒服，必须要一直压抑自己的时候，你不一定要选择就是委曲求全，或是改变自己的个性去融入这个环境，配合这个人。这个世界很大，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你会找到适合你生活的环境跟适合你的人。你们永远都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抽到这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本身就是能够跟更高力量连接的一组朋友，所以你的直觉力很强。你不要去好像明明就有这个心理的讯息提醒你，但是你又想要去忽略它，或者说你又被某一些人的这个甜言蜜语，某一些人的这个不真诚的讯号迷惑而去好像选择没有去聆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哦。
宇宙告诉你说，永远都要相信你自己，跟你自己内心连接这个更高力量的指引哦。其实你接下来会觉得，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或者说你新开启的这个道路，是更加符合你现在整体的一个状况的，而且你们会看到五彩缤纷的这个彩虹。我们的下一张牌是 Rebirth 重生哦，火凤凰重生的能量哦。这张牌哦，告诉大家是蹲低之后，你们绝对会跳得更高。好，在你还在沉潜的时期啊，其实你不用很快的去，好像想要跟人家战斗，或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去硬撑哦。其实，在你在沉潜的时期，你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你们要去锻炼自己的身体、身心灵，你们要去多多的睡觉，你们要去注重自己的健康。你不要把自己消耗殆尽了，就是你们应该要先好好的去保养你自己的身心灵，而不是很努力的去赚钱，或者很努力的去把自己都在某一个工作奉献到鞠躬尽瘁。其实你们应该要先去维持自己的身体能量，把自己的这个物理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变好，还有心情的状态变好，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把自己的心找到一个安放自在的地方，这就是沉潜过程、休息过程，你们所需要经过的这个必经的阶段。当你们完成了这个过程之后啊，接下来就是一个崭新的重生、崭新的蜕变哦。这一组的朋友啊，在这一生当中哦，你们可能会去跨越很多的难关，或者说你们会经历很多个天崩地裂，或是你觉得过不去的坎，你觉得你的身心灵都在好像被火炽热着烧着，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看见结束的一天，你不知道这个巨大的苦难究竟什么时候会过去。但这张牌绝对要告诉大家说，你们所经历的这一切，这些痛苦，这个苦难，它会促进你灵性的成长，而且它会促进你进行再一次的蜕变。你本身就是非常强大、非常有力量的，你们会以一种非常惊艳的方式去进化、学习、改变，并且变得更强大。这个困境啊，会让你们带来新的智慧跟同理心，而破碎过后的你，在拼凑起来之后呢，你会发觉你的容量，就是你心的容量更宽、更深了。你对于喜悦、对于快乐、对于各种情绪，或者说人际的这个接纳度更高了，更有弹性。那在你们最支离破碎、最不堪的时候，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不用去压抑自己，不用去批判自己所产生的痛苦情绪，你不用好像一直去怀疑说，自己现在的状态有多么的不好，或者说，看到自己现在这个样貌不喜欢，想要再改变，觉得说，自己这个，哪里不够好啊？这个皮肤不够白，或者是说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形不够完美等等的，你不用用这样子的批判的方式去督促你向前进，因为其实这个重生的能量，它有一种是来自外在压力的痛苦，就是当外在已经给你们这么样子巨大的像压力锅的这样子的过程，你们其实不需要再给自己施加压力，你们就像凤凰投生火焰一样，这些痛苦在你的内心转化过后，它其实会去净化你，谦卑的接受这个痛苦的洗礼，然后你们会净化之后会重生，你内在的智慧也会真正的浮现跟体现出来。有很多朋友，你们正在经历人生一个必要的、必经的一个改变，你们正在踏上一个新的旅程或生命阶段的开始，你可能会重新的去反思，重新的去定义自我，或者是说重新的想要对生命去下一些目标，重新燃起
对于生命的热情。有一些东西你想要抛弃，有些东西你想要去留下，有些东西你想要去追寻哦。这是一个持续的淬炼的过程，你不断的放下旧的，并且去迎接新的。这整个过程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苦涩，因为你无时无刻都在和旧有的你，或者说旧有的人事物告别。那一些过去的状态它已经消逝了，它不会再回来，但同时你也在这个重生的过程中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在蜕变，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在醒来，在迎接崭新的现在以及未来。等待你的是未来的冒险，跟未来在前方很多的一个保障。不论你们现在在经历什么，请你记住，你正在穿越跟打开这一扇重生之门。这个重生之门打开之后，你就会看到奇迹跟好运迎向你，就像凤凰一样，它从灰烬中重生，并且展开新的篇章。这一组的朋友，当你们展翅高飞之后，你们绝对会飞得很高很远，直达九天云霄。而且这一张牌有飞黄腾达的能量，也就是说在你们的仕途，在你们的事业，在你们的学业都有很快的会得志，很快会发迹的一个能量。当你蜕变之后，你会看见自己整个人的精神样貌跟神态都不一样了。对于别人来说，有这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已经不是当日的无下阿蒙，就是你们现在的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跟以前的那个可能被看清，或者说不是这么的被重视的能量，已经完完全全的不同了。同时你们对于自己的自我评价跟自我评估也和过去不一样了，就是你给你自己选择的，你给你自己用的，以及你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你是在这个体系中，你把你自己放置的位置跟之前绝对是往上提高了非常多阶。你也可以明显的看见别人看待你的眼光不一样了。我觉得你们会更受尊崇，更受礼遇，而且你们的这个底子是有的，就是你们并不是一个空心的，这个并不是一个只有运气很短暂的这样子爆红跟火红，它是一个长长久久的能量。因为你们前面经历过的这些苦难，经历过这些挫折，它都内化成你们的智慧跟经验，你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分享出去。你们比前一次的你自己，就是你焚烧之后重生的你，会比前一次的自己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精彩。好，我们再来看到下面的牌哦。我们有2张牌，猫头鹰跟雪人哦。好，第一张牌是一只可爱的猫头鹰，但这一张牌仔细看，它是有角的，它有独角兽的角跟独角兽的身体，所以它是一只融合了独角兽跟猫头鹰优点的一只神兽。它的特色是什么？它非常的有智慧。猫头鹰的呼唤呢，带来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问题。这只独角兽猫头鹰来到这里，其实要让你去借着它的眼睛看世界。你看它有翅膀，所以呢，能够在天空中360度的翱翔，毫无限制。同时啊，它这双锐利的双眼可以帮助你去拓宽、去扫描、去看透各种纠结，以及看透各种人心背后的一些意念想法，帮助你在做决策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个对你最有利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在经济上，在累积财富的过程，你们不会去做那种捡芝麻掉西瓜的事情，就你们不会去专注于蝇头小利，或者说花了很多时间去改良某一个东西，但其实它的成效微乎其微。你们专注的是大方向，就是这个好像这个关键的枢纽，你只要开通了之后，这个财富源源不绝的就流进来。你只要想通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很轻松的就可以获得你想要的生活。好，我们下一张牌，它是一个雪人，但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雪人哦。大家看到它也是一个独角兽的雪人哦。这张牌代表的是神秘哦。在你们蜕变之后往前走的过程，你推开这个新的大门之后啊，会有很多神秘的事情等着你。当你深入的
走进去之后，就说你深入的去体验这个世界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的兴奋。所以宇宙要告诉你们，张开眼睛去看见，去感受周遭的奇迹，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当你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时候，宇宙的这些惊喜跟礼物是没有办法递送到你的身边的。他可能已经在你的门外敲门了，可是如果你不开门的话，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礼物送给你。所以请你们敞开心胸，去迎接宇宙给你的一些伟大的奥秘，还有一些秘密。有一些秘密，有一些奇迹，它现在还没有成型，但是它正在等着被塑造出来。就跟这个雪人独角兽的雪人一样，它是慢慢的在成型的，慢慢的去塑造的。而这个塑造的过程中，它是属于你们专属的独一无二的惊喜。因为当中啊，它并不是一个这种没有生命的雪人哦，它注入了，你看旁边呢，这个魔法师他为他点亮的这一扇光，这个灯光照进了这个独角兽的心中，又给他注入了生命的能量，给他注入了灵魂。所以对你们来说啊，这个奇迹它是专属于你的奇迹，它是你自己跟宇宙共同去塑造，共同去淬炼出来的。你们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呢？我看见其实你们的心态跟宇宙的帮助下，你会逐渐的去塑造成你的那一种风格，并且会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某一种习惯跟体系。有点像是你可能本来想要去强迫自己自律，可是在新的奇迹之门推开之后，我觉得你们不需要去强迫自己，因为那个已经变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有些朋友，如果你想要日更，你想要去写作，就写作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吃饭穿衣一样，这样子反射性的动作，它融入了骨髓，融入了到你们的血液之中，它成了你生命中的这个基石。所以不知不觉中，你就可以看见，其实你就已经是你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而且宇宙会给你许多显而易见的提示跟奖赏，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礼物啊要藏得很深，你需要翻箱倒柜，你需要很辛苦才去获得。不用哦，它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它是非常的容易让你去打开的。所以宇宙告诉你说，请你以最舒服的姿态去接收宇宙的这个丰厚的大礼。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什么样子的礼物会出现呢？我们出现的这两张牌，一张是月光石，一张是月色。好，首先第一张牌就告诉你们说要放慢脚步哦，大家不要太急，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的流动改变发生，以及这个奇迹降临的过程，你们都不需要去急躁、担忧或害怕，放慢脚步。好，你们接下来可以达到一个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的境界。可是你们不要太着急，就是说每天都在看自己的这个日程表，想说你想要显化的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或者每一天都去很焦急的想说，如果不会发生应该怎么办哦？好，有的时候显化的这个时机啊，宇宙有它的速度，你可能有你的一个想法，可是宇宙的这个安排非常的巧妙，你可能早就想要某一个课程、某一个东西，或是某一个机会、某一个进入的这种证照证书，就是某一个认可、某一个资格等等的，你可能很想要进入到某一个情感的状态，可是你却迟迟的不得其门而入。宇宙想要告诉你说，这个过程它需要耐心，除了需要耐心之外，还要你主动的放慢速度，主动的去放慢脚步，就是你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也不要把别人逼得太紧，因为你们本身的能量非常强，你很强大，而且你会闪闪发光，你们不用担心说好像
自己落后了别人，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别人好像都已经拥有很多东西，而自己还没有达到某一个理想的状态。大家不要担心，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开花的方式，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花期，所以你跟别人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专注在你想要的事情上，而不是你不想要的事情上。你绝对比你自己认知的还要强大。你现在期待的事情啊，它会有丰硕的成果，可是你们确实会需要一段时间，可能3个月、4个月这样的时间等待去开花结果。在这个过程啊，你不要试图的去逼迫自己跟周遭的任何人，也不要去催促自己或身边周遭的任何人。比如说你太过急功近利，对现在的你来说，这个反而可能不是一个好事，因为要在最好的时间点发生跟成就这件事情，这个是宇宙的功课，而你们的功课就是请在等待的过程中去保持优雅，甚至你就是把原先的这个速度再去调慢，或是稍微后退一步，请你保持耐心，让这件事顺其自然的开展。然后这张牌有非常强烈的女神的能量，也就是说，宇宙告诉你说，你们其实有非常强大的内在的力量，所以你们要保持坚强，专注在自己内心的力量。你们可以控制的事情很多，可是你们也要去明白说，有些事情不是你当下现在的你可以控制的，所以就不要将精力耗费在那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上。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说，有些朋友，如果你想要进入一段关系，你想要怀孕，你想要生育新的这个生命，或者是说你想要寻求某一种突破，某一种引导的话呢，宇宙告诉你说，你想要有一个新的这个事业，或者说你想要看见新的改变，它都是需要过程的。你怀孕不可能一天就生下小孩，它至少要9个月、10个月，怀胎10月，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去酝酿。所以你在等待这件事情，它最终会有一个好结果。你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冷静下来，等待，让这一切自然的流动，然后去等待那个最好的结果。包含在财务上的积累，它也是需要复利的过程，它需要时间去等待，千万不要焦急的自乱阵脚。而这一张牌它对应到的宝石是月光石。月光石它是一种真正会发光的水晶，它非常的强大，所以这张牌好事终将降临。只要你们愿意的去等待这个过程发生，好事绝对会降临在你们的生命中。好，第二张牌呢，月色，拥抱不确定性。好，这两张牌的能量其实非常的相近，都告诉大家说你们现在就是需要一段时间让这个结果去产生。在美丽的月色下，在朦胧的月色下，有的时候你会看不清楚当前发生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呢，当外在环境比较黑暗的时候，没有太多光线的时候，你可能不清楚要做什么样子的选择。有的时候就是这张牌出现，可能表示说，当下你需要收集更多的资讯，对于你的疑问，你所问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摄入的状况，这个中间其他人他们仍然有一些不了解的情况，所以他们可能也不是恶意的，他只是因为不了解，不知道怎么做，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因此他没有办法向你透露更多的讯息。而有一些人，你身边的人，他可能就是对于资讯有一些保留，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焦虑，或是有一些恐惧。但是宇宙告诉你说，这一张牌，其实即使你现在周围的局势跟情势它还不够清晰，还不够明亮，可是随着时间，
一切都会被照亮，而且变得很清晰。你会学习到，你会得知到所有你需要知道的这个部分，而最终呢，你会获得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所以这个不确定性，或者说这个等待的过程，是目前所必经之路。行动前需要等待。等待这个局势更加的明朗，而这张牌呢是阴性能量跟阳性能量的一个结合，所以呢，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过程，或者说在不确定性的过程呢，我看见你们内在非常的坚毅，体现在外呢。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未来啊，在日常或者说在跟家庭有关的这个议题上。在自己跟事业、金钱这些非常实际面、非常落地的这些面向哦，你们会去拥抱这个不确定性，你们会去拨云见日，就是可能在这个财富、在事业，或者说在于这个房子的一些事情哦，它可能没有很快速的看见一个答案，可是最终的这个结果会很好之外。很多事情尘埃落定，很多事情确定下来，你们会感到内心非常的平静、满足跟圆满。你也会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是很棒的。有些朋友，你不单单是在事业中、团队中去完成了你应该完成的事情，甚至是超乎预期，还去帮助了其他人，还去成就了整个团队。有些朋友我看见，其实你们找到更好更新的一个突破的方法，最终啊，你会成为这个在舞台上领奖的那个人，很多人会给你掌声，甚至有些时候这个鲜花掌声，这个名啊利啊，并不是你主动去争取而来的，而就是时势所趋。当你完成了之后，当你把事情做好了之后，这些奖赏赞誉，或者说无形之中受到你帮助的人，他们就想要去回馈给你，他就想要把你去推到某一个舞台、某一个巅峰。事实上，你只是在你的位置上完成你应该完成的这个事情，而因为你内心力量的强大，因为你们蜕变之后，就是你可能认为自己只是仅仅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事实上这件事情对这个整个社会、对周遭人的影响，它是一个无远弗届的一个过程哦。有些朋友，你可能去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系统、一个体系哦，让你可以很轻松、很加速的去开拓某一个领域，而你们会从一个不确定性过渡，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你会慢慢的去思索很多的事情。在这个思索过程中，可能你会有一些就是自我责怪，可是这个自我责怪，或者说一些情绪上的无法接受，到最后都会放下。接下来就是迈向圆满、丰盛跟确定的一个过程哦。好，所以这个同样的，它是一个蜕变的过程，最艰难的这个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个讯息哦，阿卡西之流哦，哇哦！阿卡西之流，它代表了所有阻碍你们真相的旧有框架，它都被隔绝了。大家经历过这个在不确定性，在这个朦胧月色中的焦躁不安跟等待之后，接下来就是整个被敞开了。你们会接收新的学习方式，以及接收更多来自于更高力量结合的一个讯息哦。阿卡西的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宝库哦，会为你打开一扇大门。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去选择做一些灵性啊、神秘学的一个探索，或是关于身体健康的一个议题，或是关于一些怎么疗愈自己跟疗愈他人的一些议题感到兴趣。阿卡西图书馆，它是一个蕴藏了宇宙所有真相密码之所在，它保存了每一个灵魂过去曾经的这个经历，还有现在未来的思想、情感、各种事件跟灵魂的一个契约哦。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流动，就是你在进入这个阿卡西之流之后呢，你的精神界面可以去接触到
你以往不可见的事情，或是你透过自身的第六感感知可以去理解到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个概念有一扇洪流之门正在打开，我觉得你们会体现到，你有一些想法跟灵感，它不是理性的，它也不是你从某一本书中、某一个人中去学习去得到的，而是它自然而然的就从你嘴巴说出来了。你看你们上面这张牌是独角兽的猫头鹰你们内在的古老的智慧正在涌现在你过去许多的生命的经验中，不只是这一世，好几世的轮回中所累积的经验跟课题即将展现。也就是说，现在是你的力量，现在是你的时代，你握有主权。过去的那一些经验跟框架，它并不是要去限制你，而是你可以重新将它组织，重新的结合，重新的把它们变成材料跟素材，还有智慧，去帮助现在的你。你们正在觉醒，你的能量正在提升，整个地球的一个震动。凡是跟你的利益跟真相不符的事情它都在被瓦解，或者说有一些欺骗的事情它会被揭露，有一些让你恐惧的事件它会消散。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沉睡的记忆跟天赋将被唤醒。这张牌有非常强大的学习的能量代表你们内在智慧的拓展跟成长。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去使用一些工具或是资源来连接更高层次的能量，灵性的课程，灵性的一个修行，或是有些朋友你们真的就是开悟的一个过程。好，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们会去找回你自己。可能过去你下的一些决定不被你周遭环境人所认可。这个不被认可不见得是说他们要害你，而是可能他们不能够理解你的想法，或是说他们希望你去走一条比较传统、比较安全他们走过的路，或者说他们能够经验、能够想象的路。可是呢，你们绝对会去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突破自己跟实现自己。而且在某一个时间点到了的时候，你内心的声音就会告诉自己说，你真的是想要像火凤凰一样去突破这一些框架、规则、期待或是限制。而且你会用一个比较善意的方式跟你身边人沟通，就是你并不是要去做一个反抗，或者是说你并不是要去撕碎你跟他们的一个关系，而是你要以一个更好的形态去呈现在他们面前，而蜕变成的你自己，或者说你做的这个选择，其实最终会对你跟你整个家族、整个家庭带来很大的一个良善的一个回报过去被束缚的你已经解开了这个封印。好，你可以感到你是非常有能力的。你在某一个层级中会遇到很多同领域的专业的人士，你可以跟他合作。在这样子的气场跟能量中，你们是打开的、华丽的、很壮丽的。好，在过去很多时候你们可能就算你还在蜕变或是弱小的那个阶段，你可能接收到某一些人的帮助，可是接下来我看见你们是很有力量的，你不需要去被帮助，而是你可以伸出援手。你发现你有很多的资源，你可以一呼百诺，特别是在金钱这个方面，你们打开了通关，打开了渠道，你知道要怎么样子透过最适当的方式去赚取金钱。你们在未来跟灵性结合之后，你们不再是这种好像是一日复一日的在老鼠笼里奔跑的劳工，而是我们会加入某一个更大的组织跟体系中，去成为有点像是资本家的这一种概念。你们本身就是丰盛的源头，
你们是产出者，而不是每一天用时间去换取金钱，或者说去压抑自己换取金钱的一个概念。好，再来看一下哦。Gentle drift， 好，这个是温柔的流动哦。宇宙也再一次的提醒你，你们要顺应流动，要相信旅途，要放慢脚步，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时间点，你们可以用温柔优雅的步调前进。好，这个是你们接下来的一个样貌，你们会在日常的生活节奏中去顺应，能够去顺应，选择顺势而行，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也就是说，我看见这组的朋友，你们会放下对某些事情的控制，顺着水流轻轻的滑行，信任这个生命之流会带领你到更好的地方。可能你在某些地方遇到了纷乱，或者说纷争，或是你一些看不惯、很不公平的事情，你过去可能需要亲身的去挺身而出对抗，跟他们交涉，或者是说绞尽脑汁的去维护自己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不需要去追赶其他人的步伐，或是去适应某一个很快节奏的世界，而是你们可以突破时间线的一个束缚，你们慢了下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短暂的甚至停留下来哦，但这个停留啊，它并不是一个不好，就是这个世界中很多人都是在好像很快的前进，很快的达成目标。比如说像是张爱玲说的，成名要趁早。但是当你这个少年得志，或者说你很早就成名之后呢，那个过程，那个结局最后是什么呢？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单单是被限制在某一个时间点，说一定要去达成什么成就，因为当你到阿卡星之流，或者说当你在宇宙的这小小船上，时间对你来说不是一个议题，或者说时间就已经不存在了。我看见你们会更专注当下周遭的小细节，甚至是一些日常生活中令你感到会心一笑的小事情。比如说呢，你觉得去买一杯咖啡，这个店员很好看，给你一个微笑，或者是说在疲惫的一天呢，你吃了什么温暖的食物来温暖你自己，你听到了一首歌，好，你看了这个你喜欢的歌手演唱会等等的，你跟大自然接触，户外的鸟儿甜美的歌声，或是这个树木摇曳的声音等等的，你可以很真诚的感受到当下，感受到你每一次的呼吸其实都在滋养你。你们在这个生命中自然的流动的过程哦，在前进跟暂停中找回一种平衡性。你们不用总是去插电，就像插着尽量电池一样用力的向前走。宇宙告诉你说，你们需要去放松，回到某一个自然的状态。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会出现这样子的能量，可能是过去你们真的太用力，或者说太敏感了，你们容易去追思追悔，或是因为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你就会去想比较久。可能你们有着非常敏锐的感知能力，可以去看清楚很多事情，但是这样子的感知能力也让你带来了很多身心灵的一个负荷跟内耗，或者是说外在环境的不公平，外在环境的这个冲突，让你无所适从。甚至有些朋友，你因为很痛，没有办法轻易去甩掉的某一种痛苦，你可能会借由成瘾，就是把自己投入在酒精，或者说投入在某一件事情。有些人的成瘾可能是工作成瘾之类的，让自己想要去忘记那样子的一个痛苦。好，其实宇宙告诉你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活得很辛苦，
过去活得这么辛苦的一个状态，宇宙看到了，宇宙理解了，宇宙想要告诉你的就是，其实你们接下来不需要再这么样子的辛苦、孤独，甚至觉得在跟这个世界奋战哦。你们就是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就像我前面说的，好好照顾好自己的饮食、睡眠，然后锻炼自己的身体哦。你们接下来所要的一切啊，财富啊、情感啊，甚至是这种一飞冲天这个财务上暴富的能量啊，它其实是迟早的一个问题，它最终一定会到的。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去担心，而且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最终追寻的啊，也不是财富，财富它只是一个过程，你只是想要用这些金钱可能去实现你的一个平静，实现你的一个自由，或者说实现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或者说你想要去照顾你身边所爱的人，金钱对你们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哦。这组的朋友可以说是你们看钱看得很重，但也可以说其实你重视的不是这个金钱，而是它背后所能够带给你的好处跟价值哦。你们并不是想要去累积非常多用不完的金钱，而是你知道金钱的力量可以帮助你跟帮助你所爱的人，你们真正想要追寻的是一个自由跟不被束缚的一个状态，以及你重视的人，你所爱的人也可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宇宙告诉你说，你们心里所期待的这件事情，最终它一定会实现的。好，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塔罗牌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 Three of Pentacles, Eight of Wands, the Fool, Ace of Swords. 好。Two of Swords, Five of Pentacles, Six of Pentacles, the Hanged Woman. 好，来看一下哦，金币3哦，团队合作的一个能量哦。摩羯座对应的是实际的一个目标上的一个达成哦，在宫位上这是第10宫，事业跟成就。好，很明显的一个讯息哦，当大家信任宇宙之后，你们带来的就是事业上这个职业上长期目标的一个达成，你们会有合作的一个机会，专业领域的合作，以及包含你们专业技能的一个提升哦，你们可能会受到邀请，很好的一个职业的机会，被猎头啊邀请，或是说有什么样子的人邀请你进入到这样子的公司，这样子的一个职位的一个转换哦。这张牌我看见大家正在建立扎实的一个基础，无论是在个人的表现或是团队合作上，你们的专业能力都获得认可。你们会学习，而且你们会实践，这个并不是一个只有理论的一个过程，它是理论跟实际交替，就是交替可以去实行跟体验的一个时期哦。我看见你们获得升级，以及身边重要人士的一个认可，同时啊，透过合作跟专业化的工作，你们的财务稳定向上，长期投资或这些技能的提升，会让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回报。同时呢，对应的第10宫哦，公众形象，有些朋友如果你是这种经营网络事业啊，或是办公众人物等等的，好，这张牌对你来说是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成长，它并不是一个爆红的能量，可是你绝对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网络的这个累积啊，粉丝数、回应数，或者说这个成果、这个绩效，在你每一天持续的努力的过程中，会看见结果，会看见回报的一个产生哦。你们能够找到要领，能够找到诀窍。权杖8，快速的发展，前进的力量。这张牌象征着一个急速的发展，对应的宫位射手座。好，旅行、哲学、冒险，还有一些是远距离的一个能量哦。好，
有些朋友，我觉得你的事业的机会往前发展之后，它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你会进展的很快，在累积期之后啊，你可以快速的去完成你的一个项目。有些朋友甚至是涉及到一个跨领域的合作、国际化的合作，或者说你是需要去出差的过程中，在这个出差的过程中，你得到了灵感或是点子等等的，可能会有一些机遇降临，你会去抓住这个机会，并且产生灵活的应对的一些变化。好，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投资上啊，可能会有意外之财，来自海外的投资，或是说一些跟高科技、新兴科技相关的这个产业的这种投资，会获得很高的一个回报。有些人我觉得你们会有发展远距恋情哦，特别是单身的朋友有远距恋情的能量哦。好，愚者这张牌，新的开始，冒险的精神，水瓶座，自由开创，这边也有朋友的能量哦。继续连接的这个能量，就是有些朋友，如果你们从远距展开了一段恋情，从网络上展开了一段恋情哦，它会是一个非常令人值得期待的一个过程。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真的是在某一个社群中去认识到新的恋情，或者说新的一群合作的伙伴。好，这可能是对你来说有一点点冒险，有一点点是需要去去相信这个人，或者说相信这一段连接，它是需要有一点点冒险。可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会是已经做好了准备，会去牵起某一个人的手，或者说牵起某一个人的缘分哦，展开跨国的恋情哦，或者说跨城市的一个恋情，有这样子的讯息。那另外如果是身边已经有伴侣的朋友，我觉得有可能你跟你的伴侣会去长途的远行，或是说你们可能会去希望计划去完成一个就是梦想中的旅途，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宝剑的王牌出现了，宝剑的王牌出现代表说大家在感情上，还有在这个事业上会找到新的一个破口。那这一张牌的能量，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感情上如果现在某一些朋友，你跟你的伴侣有一些沟通的议题这张牌对应的是第3宫跟第7宫，也就是说关系的一个平衡过去好，你跟你的家人、家族，或者说你所爱的人中间，如果有一些冲突、难解的纠纷，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事情，它会被化解。它是怎么被化解呢？其实也就是因为你们本身新的智慧的一个增长，或者是说随着时间的推进，真相被揭露出来，因此你可以找到新的突破口。有些朋友，如果你在工作中进行一个重要的谈判，这个薪水的谈判，签署合约，或是需要去解决某一个关键的问题的话，涉及一些法律，或者说一些新的收入的来源，有关于升迁，或者说财务的规划等等的，我看见你们会有很清晰的智慧跟想法去做一个对你有利的决策。好，更多的回到感情层面来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迎来了一段新的感情，而且你在理性的去看待这段感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适合你的感情。就是说我觉得你在这段感情中，你有盲目的心动，或者说你有这种直觉力的一个感动，可是呢理性也告诉你说，这样子的感情你去分析了之后，它其实也是一个适合的人来到你的生命中。就是当你跟之前的人相比，你会发现在理性的层面上，在实际的这个评估上，其实这新的人会更加的适合你。宝剑2宝剑2象征着一些选择的一个过程天秤座，还有第7宫。
在选择的过程中啊，第7宫强调的是伴侣跟合作，也就是说，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过程，如果你们面临了什么样子两方的选择，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伴侣的这个想法跟意见也是需要考虑的，在关系中要找到某一种合作跟平衡，或者说在事业上，在犹豫不决的这个选择下，除了你自己内心的想法之外呢，好。合作关系，另外一方的想法也是很重要的，并且要从长远的角度做考量。有些机会它短时间很诱人，可是长时间它会不会损耗你的身心灵跟健康呢？会不会损耗你的名誉呢？它会不会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一个过程呢？可能需要你深思熟虑的去思考一下，并且注意身边与你重要连结的人的这个人的感受哦。好，金币5，金牛座财务跟物质的一个安全感哦。好，金牛座跟第2宫的一个连接，财务跟价值哦。这组的朋友在金钱上，你们绝对不会孤军奋战哦，宇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关键资源跟合作。财务的这个状况会好转，因为新的资源、新的人、新的元首会帮助进来。还有，我觉得有些朋友给你带来财富能量的，可能就是你身边这个伴侣，或者说已经在连接的这个人，或是新的好送你玫瑰花的这个人，会给你带来很多财务上的资源跟能量，还有帮助，或者说他的想法跟决策，我可以给你带来很多财务上突飞猛进的一个成长。金币6，平衡的给予跟接受，还有各种资源的一个分享。金牛座、处女座，还有第2宫或是第6宫的能量哦。这组的朋友啊，在工作上，我觉得你们同时会获得别人的帮助，也成为帮助别人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你们可以站在不同的位置，你可以去接收来自更高导师的指引跟帮助，同时你也会去帮助比你弱小的人。这个弱小并不是说全部都比你弱，而是我觉得就是在某一些方面它是不足的，需要你去提点的。你们会去伸出资源，这种伸出援手，这种提点啊，我觉得无关乎年纪，并不是说你们只是会去帮助职位比较低的，或者说职位或是说比你们年轻的。有一些朋友，我看见你帮助的对象，他可能是比你年长的，或者是说在位阶上，在社会地位上认可是比你高的，但是你们就是有这样子的能量，可以去疗愈他跟帮助他，成为他的一个关键指引跟支柱哦。好，你们会去分享你的资源，同时也会获得别人的一个帮助，在财务上稳步的健康的成长。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洗泡泡浴的能量哦。我觉得最终啊，你们会来到一个能够用不同角度去看待世界的开放的阶段，你会感到非常的轻松哦。吊人牌这张牌对应到的是双鱼座，跟灵性啊、直觉啊有非常大的关系。12宫潜意识、灵性的力量、隐藏的力量哦。好，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会非常的能够去接纳你自己，你会很满意自己的样貌，很可能在接下来的3到6个月，特别是3到4个月的这个时间哦，有些朋友你们会进行颜值管理、身材管理，然后非常的喜欢焕然一新的一个自己哦，在颜值上，或者说在这个标准的体重上，你有达到你想要的一个成果。外在容貌上，你们非常的精致，甚至令人惊艳哦，就像鲜红欲滴的玫瑰一样。我觉得你们非常的吸引人，整体的能量跟你的这个外形的状态哦。此外呢，在事业上，你们会进行新的突破跟机会，还有选择的能量哦。你们可能会在和别人合作的过程中，重新的定位自己，并且找到新的方向哦。
你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吸引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就是这个人脉啊，并不是你求来的，或者说你刻意的去结缘，而是你在你散发本身的智慧跟本身的魅力的时候，这些人自然而然的就想要帮助你，自然而然的就想要和你去靠拢。对于第三组的朋友来说啊，在接下来3到4个月内，你们会有一次非常大的翻转哦，在食衣住行生活各个层面都会有一次很大的提升跟跃升哦。很多朋友你就会进入到你的理想的工作状态，或者说理想的一个家庭环境的一个状态哦。你会去欣赏跟完全的接纳你自己现在跟原始的一个样子哦。而且你也知道，你不断的去跟理想的自己对齐，就是虽然你朝着更好自己的那个状态前进，可是你并不会去厌恶，或者说去抵抗现在的你自己。我觉得我看到你是用爱来包容自己的各种完美跟不完美，你会知道说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跟状态，不会去过于批评检讨你自己。督促你自己的并不是很多的这种锋利的刀，或是说锋利的话语，而是一个爱跟包容的方式，让你前进，让你去提升哦。你们拥有更高的机会，你们拥有与更高层次的力量连接的这个通道，所以一切啊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在新的一年的开展，或者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点，你的能量跟直觉会去保护你，建立一个健康的边界。你们不会去介入别人的因果，也不会去硬扛不属于自己的一个课题哦。我觉得在3到4个月之后，你会感受到身体，或者说你的这个担心的事情啊，整个松下来的感觉。你可以好好的去睡一觉，睡得非常的好，也不大会很焦急，很有压力。我看到你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放松的状态，不会去揽很多的责任，或者说不会眉头深锁等等的，你可以很轻松，很活跃。明显的感受到你的整个能量、身体的精力都在回血回升哦。在这样子放松的过程中，你整个思考的能力、判断的能力、逻辑的能力、分析的能力，以及能够去明辨是非的能力哦，又清晰的回到你的面前哦。很多时候当你在身体劳累疲惫，或者说压力有很大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你很难做出明确的决定，或者说有些时候你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或这个人不好，但你没有办法离开，没有办法应付，因为你当时的身心灵可能就是真的太脆弱了。我看见这些冲突、这些内耗都将去解决，都将去释放。在你的一个生活中，你会做出一个总结，做出一个整理，然后去切断那些拖累你的东西。在接下来，你们就是在放松的过程中去接收爱之流，去接收金钱之流，这样子的能量持续的让一切发光发热，然后持续的跟我们所谓的第一张牌哦，彩虹的力量，更高的力量连接。这个就是我看到你们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是宇宙要给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奇迹哦。记住这一张彩虹能量的牌，你们永远都在跟最高能量做连接。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是推开奇迹之门，在这扇奇迹之门背后啊，有什么样子的惊喜，什么样子的好事等着第2组的朋友呢？那第2组的朋友啊，你们选到的是这张能量牌卡。它是一扇红色的门，在这一扇红色的门前面有一棵大树，门前有一棵树。好，这一张牌它其实讲的是回到你的家。接下来的3到6个月内的第2组朋友，你们的重点在于回到你的家。你的家庭，或者说回到一个让你觉得安心的地方，它是支持你的一个根本。
这个家不一定是要很多人，它可以是很多人，但也有可能是，有些朋友你可能是一个人，它也是一个家的概念。所以这个家，它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它是不是一个可以让你安心的地方哦。接下来3到6个月内，我看见宇宙给你们的一个应许是，你的家它是一个安全、滋养、充满正能量的一个地方哦。它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对你来说，这些回忆都是非常珍贵的。它也是一个神圣的庇护所，庇护你的家人，以及来这个家庭的一些访客。宇宙会保护你，防止这些恶意的人事物，或者说恶意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家庭中。宇宙会保护你，让你的这个家园，你心爱的地方，免受一些黑暗势力的侵害，并且会净化那些对你不好的能量。所以在这个家中哦，你可以安全的待在里面，你可以去了解这个家中的人。还有一个能量就是回归到你自己的本心哦。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们如果去细看，在你的此时此刻，现在你的人生、你的事业，或者说你一路以来的历程，你其实有非常多的钻石。有些朋友，你只要愿意停下脚步，去想一想，去看一看，你会发现，或许你手中已经有满满的钻石，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好事正在发生，曾经发生，或者说你有很多珍贵美好的回忆。我觉得抽到这一组的朋友，也许你会跟别人去比较的时候，会觉得，你自己还有需要进步的地方。但宇宙告诉你说，其实你现在的状态已经还不错了，你就要把这样子的状态继续维持，或是说要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够了，够了就好。对于现况的一个满足跟感恩，你不需要去永无止境的追逐，你必须要去掉入一个陷阱，或者说一个比赛，去跟很多人攀比。只要你能够此时此刻你能够满足，你能够找到自己的平静跟快乐，然后你还可以去照顾家人，这样子其实就很好了。你真的不需要花可能牺牲你的健康，或者说牺牲你的时间，勉强去换取一些也许你未来可能根本用不到的一些金钱，或是换取一些你根本就不需要的一个关系哦。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课题在于，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要先去爱自己。当你自己内心是丰盛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照顾别人，才能够把你得到的丰盛跟爱的能量分享给身边的人。所以我看到宇宙会去保护你，包含你的情绪，照顾好你的情绪。当你感到自我满足的时候，当你情绪照顾好的时候，你才能以一个稳定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如果你本身就是很不安定或者很焦虑的话，其实你的这个焦虑跟不安也会传递出去。所以呢，在接下来3到6个月新的一年的这段期间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一个安定感跟安心感，会让人想要待在你身边，或者说你就找到自己的安定感跟安心感，你不会觉得心情上上下下，你不会觉得好累没有精神，你不会觉得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怨念，反而是你在做事情的过程，你在回归的过程，你找到了你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你看清楚自己真正重视的是什么。比起把别人认为那些重要的事情做好，更重要的是做好你自己认为重视的事情，因为这个人生是你自己在过的，而不是其他人的人生。很多事情其实不用太过着急，因为你着急也没有用。而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真的是不断的在蜕变，
你的情绪更加的稳定，或者说你的心境更加的成熟哦。过去你可能还是不是这么明白的时候，或者说看的不是这么清楚的时候，可能这是一件好事，或者说别人他是一个善意，也许你的内心会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抱怨，或是说往不好的地方去解读，或者说它是一个中性的事件，但是你吸收进来的时候带了一些不开心。而现在呢，当你的智慧具足之后，你开始明白很多事情背后真正的意义，你会放下很多的纠结，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让自己的情绪能够稳定下来。同一件事情的发生你会看见它背后真实的这个意义，不会把好事解释成是一个坏事。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在一个稳定的状况继续前进，然后越来越好，回归到一个简单安心的一个能量好，第二组朋友的能量，接下来再继续看一下你们的牌卡 Imagination Trust 还有 Land of Dreams。 好，你们3张的牌卡都抽出来了。我们的第一张牌卡是跟想象力、创意有关的。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呢，你们的重点在于你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或者说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提升跟你自己的想象力，或跟你一些可爱有趣的特色，或是跟你儿时的梦想、童年时候的梦想有关。很可能你会运用你这个创意可爱的本质天分去吸引到一群人，或是说你去打开一扇门，就像这个女生一样她其实手里拿着画笔，她好像在画画，可是她这个画布推开之后，后面是一片海洋，而左边这个方向，它其实还有另外一扇门，推开之后又是不同的面貌。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其实未来的你们生活是非常多彩多姿的，你的创意、你的想象力就像是一个路口，通往不同国度的路口。同时呢，你的创意、你的想象力、你的可爱、童趣、天真的这个本质，它也是路口的创造者。透过这个想象，透过不设限的这个框架，你可以看到之前不存在的可能性。一旦你看见这些可能性，你就可以进一步将它们具体的化为现实。所以无论你想要什么，你现在就专注于它，试着去感受，仿佛它已经在你身上浮现了。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会是怎么样呢？当你的想象力想到的那一个时刻，其实就是你能够让你的梦想成真的时刻。所以我看见未来你们在打开更多可能性的通道，你正在改变自己的信念，改变自己的期待，为更多美好的爱跟丰盛的流露创造出一个空间你们正在积极创造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可以帮助你融入更多美好的事物。这一些美好的事物都因为你的这个积极信念，它可以以更强大的方式流入到你的生活中。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张牌是信任。好，这一张牌上呢有2个人一个人呢他要从右边的悬崖跳过去，可是他很害怕，但是左边的这个男生他伸出手告诉他说不要害怕，我会去接住你的。好，中间呢也有魔法的力量在帮忙他跨越这2个距离。宇宙想要告诉你，你们的其中一个奇迹就是你们会有支持系统，你们会有一群很棒的朋友，就像是这个海贼王的伙伴一样，鲁夫可以把周遭的朋友都变成伙伴。这种伙伴关系的连结它是有一个使命感跟信任感在的一个人际关系就像鲁夫曾经说的，他的船上没有手下，只有伙伴。所以对于你们接下来或者说现在已经建立的这种团队这种伙伴关系，你们是一个
彼此信任、彼此能够分工合作的一个关系。同时我也看到了这样子的伙伴关系，它是以一个非常平等的态度，就是每一个人在这样子的组织里面，其实是一个平等的互动，然后平等的关心每一个人。它并不是一个有非常浓厚的阶层意味的组织团体或是公司哦。我看见在这样子的群体，这样子的支持系统中，和你在一起的人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他们的乐观可以影响你，还有他们的前进也可以拉着你前进，你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如果你想要变得优秀，而你身边的这些优秀的人，他会跟你一起变好，因此你们会变得更加的出类拔萃。你会在这个团体中看见别人的优点，同时呢，你会把它设法化为你的专长。你能够在这样子的群体中接收到很多积极的暗示，会对你的情绪跟身心灵都产生很好的影响，并且激发你自己内在的潜能。再加上前面想象力这张牌，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发挥超乎水准的表现。比如说你自己可能本来预期说这一科你及格就好，但没有想到最后发下来竟然是接近满分，或者说你达到了满分，你就像是一匹黑马一样，在这样子的团体中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能量。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身边呢会被你可以去信任的朋友或是你挚爱的人所围绕，同时宇宙也要告诉你去信任你自己及信任宇宙，请你去呼求这个神圣的支持哦。好，这个支持系统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单打独斗，其实你会非常的疲惫，但是有人跟你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孤单焦虑，就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完成，好像没有办法撑下去。有些事情大家一起做会有那个力量，所以我看见你们融入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当你陷入到比较低潮的时候，你听其他人的分享，或是说你听其他人怎么度过的时候，你就找到了一些鼓励，找到了一些安慰，或者是说别人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你一些提点，在你达成这一条目标的道路上，财富自由的道路上，或是你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子这种感情的一个结果，那样子的一个陪伴，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等等的，会让你更有驱动力，更有信心去面对外部的一些压力。所以呢，我看见宇宙想要去帮助你跟保护你，特别是在你低潮的时候，所以你们也要去敞开心胸，去伸出你的手，才能去触碰到另外一个人的手。这样子的支持团体，它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朋友，也有可能是你的这种宗教团体，或是某一个拥有相同信念的组织，也有可能是这种线上的一个社群，或者说线上的一个读书会等等的。好，一个运动的群体也有可能在这样子的支持系统中，你感觉到你是被包容的。在你想要放弃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一群人他们没有放弃你，有一群人还在这一条路上。这个团体它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是实体的，重要的是你们的心跟心有连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能量。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梦的国度好，这一张牌呢是宇宙跟你沟通的一个管道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当你夜里，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场心灵的疗愈的盛宴，可以去解决过去的创伤跟问题，并且整理你当天的所学，做了一个归纳，它会以神奇独特的方式结合起来。很可能你们一觉醒来就有很多的灵感，创作故事、歌曲，或是一些解决的方案白天想不明白的事情，睡一觉醒来你就有了解决的方案，或是就知道怎么做更好更有效率。
很多的好的点子都是在做梦的时候产生的。所以这张卡牌的出现，其实提醒大家哦，你们的梦很重要，它有能力将你引导到你所渴望的方向。你的梦可以为你带来崭新的视角，帮助你认识到一些你本来可能不愿意去面对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要先诚实的看待自己，面对自己，不论是各种财务上的问题，或者说你的一些想要改变的现状，你必须要先诚实的面对自己，才知道你现在的起点在哪里。你去面对之后呢，在这个梦境中，你可以去整理，甚至去打开通往更高层次的幸福、财富、爱情、成功的那个门。所以很重要的是，你们要去保持良好的睡眠品质哦，确保你所在的地方，这个卧房哦，是安静的、和平的，你的床是舒适的，这个温湿度是适宜的。睡觉的时候尽量去避免用一些电子的设备，或是将手机调到飞行模式，不要让这些声音来干扰你。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好好的做梦，好好的睡觉很重要。你们也可以去记录下你的梦境哦。在准备入睡之前你可以就是轻轻的想过你的一个问题，但是你不要太担心或太纠结，以一个很好奇开放的心态进入到梦境中去探索神圣的力量，或是宇宙，它会在你睡眠的时候提供一些有用的指引跟帮助哦。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张牌是 Sweet Surrender。 好，甜蜜的放手、释怀、放下哦。宇宙给大家第二个奇迹，就是你会放下那些让你感觉到渺小、让你感觉到负面的一些故事或是信念。你们会放下负面的自我对话，用积极或者说自爱的这种肯定的语句来和自己对话。其实你们是一组内外皆美、值得被爱跟尊重的朋友。第二组的朋友，你要相信自己的一个能量，放下恐惧跟怀疑，无论面对任何的动荡，你都会坚强的走出来。同时我也看见你们放下怨恨，因为你不需要再背负这些怨恨的重担，你们带着爱去放手。更重要的是，你放下对完美的追求，欣赏自己的不完美。你知道不完美才是常态，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每一个人都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所以你的不完美它其实是一个正常而不是不正常的一个状态。你爱你自己独特的节奏，你也可以很安全的去做自己。第二组的朋友，看见你们会放下一些抗拒或是控制欲，在这个生活中它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你不会这么紧抓着执念不放手。很可能你过去很勤奋的做一些事情，然后也非常非常努力，非常非常的肯做，但是因为缺乏某一个方法，或是说因为在忙碌的日复一日的过程中，你忘记去思考应该怎么做，以至于产生的结果不如你想的，或者说有一段差距。但宇宙告诉你说，你先放下这个执着，解答就会浮现。你不需要去追求一个很完美的答案，不完美才是一个正常的样子。你只要先开始去做就好了，就是你不要一开始就想说我又是要达到最完美的那个顶级跟顶点的一个状态哦。现在如果在你面前中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开始做，另外一个是你就不做。那开始跟不开始，这中间其实是会有巨大的差异的。如果你开始之后，不管你有没有达到最终的那个目标，你绝对会比现在那个没有开始的你自己更好。就是你跟你自己比的话，你绝对会变得更好，如果你愿意开始做的话。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去消耗自我的光芒。如果你们生命中有一些会贬低你自我价值的不健康的这种关系无论它是在人际、在职场或是在感情中，它都会远离，都会离你而去。因为接下来你们会选择与积极并且支持你的人一同前进，
你们的心灵能量会得到提升哦。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们会有支持团体跟支持系统，你会在每一次的跟他们相遇的时候，感受到你自己的变化。有一些人会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有一些人会离开。离开的人可能是你很爱的人，很珍惜的人，或者是你跟他之间拥有很美好的回忆。但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即使在这个人生道路上你们分离了，暂时分离了，但是呢，彼此在彼此的心中都会留下温暖的轨迹。你跟他相处的每一个记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最终都会成为你生命中难以磨灭的这种甜蜜的回忆。可能那些事情不是什么很大的，什么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平常之间日常的相处，好一些默契，一些开玩笑，一次的出游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将成为你甜蜜的一个记忆。你会在你的人生旅途中找到很多的喜悦，就像我刚刚说的，一开始说的，你打开门其实会看到你身上已经拥有很多很多的钻石。你再往前走，你再往前看，你就会发现你正在雕刻属于你自己的道路哦。好，这边呢有一轮正在发光的满月，在这个满月中，你们正在调整，正在追求一个更大的和谐跟和平。所以这一张的卡片呢，其实是让你们的生命跟月亮的强大的魔力相连在一起，穿越了时间的流动。正如同这个潮汐的起伏，其实你的能量跟力量也会随着整个循环为之变化，但是你在每一次的变化中，其实你都可以很好的去舞动，很好的去融入这个新的节奏，展现不同面貌的你自己。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月亮召唤，天注定。好，这边有3个女巫哦，她们正在进行什么样子的仪式，跟月亮进行沟通哦。天注定，有些事情你可能觉得就是天注定，对于你所问的一些问题的答案，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是什么事情也不做，让命运决定我们的一切，或者说期待一切会从天而降。这张牌更积极的能量是，我看见你们不断创造自己的未来，不断的创造你的生活。当你决定了这个方向之后，你往前走，引导这个情况会朝着你所想要的方向发展。这张牌的出现就告诉你说，某些情况显然是已经注定的，请信任宇宙，让它顺其自然的发生哦。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事情，对你和你的灵魂发展，长期来讲都是好的，而且你要继续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前进。而大家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利用月亮周期同步的进行调频，像是在满月至新月的这一段期间哦，你可以去释放那些你紧抓不舍或说依附的一个能量，你需要去释放的东西，在这一段时间去释放哦。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命运这个概念它注定了一些事情，可能你出生下来这个基因哦，你出生下来的这个国家，你的家庭等等的，但是你们也正在创造你的现实，这是很自由而且充满力量的呼唤哦。我看见你们接下来呢，会将你的时间用在高价值的事情上，就是你不会让自己很忙，就是很累，任何的这种小单，任何的蝇头小利都要去拿。事实上呢，你们会去学到得到那些可以让你变得高价值的技能，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做下去之后，好，接下来可能会有翻倍的一个成长，这个是未来你们要去专注的点。同时呢，专注在长期的累积上。这一组的朋友，宇宙告诉你说，只要你愿意去学习，愿意去累积哦，其实它可以去弥补你认为的不足跟背景的一个差异。
无论是你现在的经济状况、语言，或者说你的身形，或者说你的颜值，还是其他方面的这个技能、专业知识等等，只要你愿意去学习，你愿意去投资自己，持续反复的这样做，你未来的人生道路绝对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广。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月亮圈支持。跟前面说的伙伴系统其实很像，这张牌出现啊，就代表说宇宙告诉你说，哦，是时候要号召你的人马了，找到对你来说重要的人，你对他们也非常的重要，你花一点时间跟他们共度，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可以激荡出一些智慧，而这些智慧正是你此时此刻最需要的。这个支持团体不需要很多人哦，可能就是1-2个朋友或是你的亲人哦，当你脑海中最先浮现的这个人选，他可能就是最适合你的人选。有些朋友你的这个支持的这个系统，或者说你的一个最重要的伙伴，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伴侣、你的亲密爱人等等的，你可以去寻求他们的支持跟建议哦。你的这种喜怒哀乐都可以跟他们去分享，有人分担，这个忧愁会减半。在关心你的人面前展现脆弱是没有关系的，记住要去跟你所爱的人连接跟相遇。宇宙告诉你说，在人生的道路上绝对会有人挺你，绝对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人生有不同的循环的周期，你要有耐心。而这张牌也有很强烈的这种阴性的能量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可以去寻求身边阴性特质比较重的人，寻求协助，寻求他的建议。他可能是女性，或是带有比较阴性特质的男生都有可能哦。有些朋友很直观的，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某一种这种女子的群体，或者说女子的一个团体，在这个圈子中充满了爱，充满了忠诚，充满了互相学习、支持跟合作、辅助的这一种力量。而这样子的月亮圈啊，正是你们现在所需要的，以及宇宙会把这样子的圈子引入到你的生活中，或者有些朋友你现在已经在这样子的支持的月亮圈中了。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你的第一张牌，太阳牌，好，恶魔牌，圣杯十。我们先看一下感情的部分哦。太阳牌对应的星座是狮子座，我觉得在狮子座的影响下，接下来3到6个月内，第二组的朋友感情生活你会处于一个快乐跟正能量的高峰时期，你跟你的伴侣之间会有很坦诚的交流，而且你们会去共度一些很快乐的时光，可能是去野餐啊、露营啊，或者一起去旅游等等，留下很美好的回忆。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我觉得有机会跟你心爱的对象、暧昧的对象、令你心动的对象一起出游，一起看电影，一起出去玩，或是就是像这张牌一样去野餐，然后抬头望向天空，男生的头枕在女生的裙子上，感觉非常的浪漫，你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甜蜜浪漫的一次约会哦。好，单身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吸引到一个充满活力而且乐观的对象。第二张牌是恶魔牌，对应的星座是摩羯座。摩羯座它就跟责任有关。好，要日复一日的相处，这个责任感及互相扶持的心是很重要的。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在近期面临感情上的一个选择，可能你身边会出现同样令你心动或者说诱惑的这个选项，那最终呢，你会怎么样子的选择呢？因为后面这张牌是圣杯十，我觉得蛮多朋友，因为你们一开始抽到家庭的能量，如果你还是向往这种传统的家庭关系，你会期待结婚长久的相处下去，甚至有小孩在你身边这样子的画面的话，可以去想一想，责任跟自律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在一段关系中你和某一个人互相欣赏，彼此占有的能量其实是存在的。那同时
要提醒大家的是，最不负责的一面可能就是孩子气，把所有的责任都丢到对方的身上。就像中间的这个魔鬼，他可能是不负责的，他诱惑了之后就不理会别人的感受，是以自己为中心点的，甚至因为他的占有欲太强，需要去控制其他人。所以这张牌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也要看清楚对方真实的样貌以及自己真实的心意。有的时候你以为你喜欢对方，其实你只是喜欢对方身上的某一个特质，你只是想要那个特质。其实如果你自己身上也有那个特质，你也会发光，你就不需要去依附这个人来得到他的光芒。所以这中间有很多复杂的议题在里面哦。你究竟跟这个人在一起，是因为你欣赏他身上的光环、能力跟特质，还是你就是喜欢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其实你是想要这一些能力，让这些能力在你身上也实现。如果是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其实你要好好的去回到你自己的内心哦。其实你也拥有独特的光芒的。还有这张牌也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在感情中要比较留意的是一些孩子气、过度孩子气或是幼稚的一些思想，还有要小心自己过度的占有欲或是控制的能量，可能会让对方反感。所以总体来讲呢，你们只要好好的寻求感情中的一个平衡哦，在这个关系中非常的有机会走向圣杯十。甚至单身的朋友，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有在连结的对象的朋友，我觉得经过关系的某一些拉扯跟反思之后，非常有机会走向感情的圆满跟浪漫。这张牌对应的是双鱼座，这张牌显示接下来感情会稳定下来，有家庭的幸福感，会有一个彼此承诺的阶段，关系往下一步发展的这样子的阶段。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有关于大家的事业、工作、学业的部分哦。好，我们的塔、皇帝牌跟金币的侍者哦。塔对应的是天蝎座，天蝎座象征着是一个深刻的变革跟重生的。有些朋友你可能会面临一些突如其来的挑战，但这些挑战其实是很必要的，它会帮助你迎来更高的一次跳跃跟美好。就是说，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不需要特别去选择一个很困难的选项，但是当问题来临的时候，你们有办法去解决好，就是你们不用自己去跳火坑，或是不用自己去好像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一定要去突破，一定要去怎么样，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很好了。你们就是尽量去延长你们好的能量，你不需要太过说看到别人的怎么样得到什么好处就一定要去跟别人比。你现在的基础啊，我觉得各方面的基础其实都很不错，你不需要去冒太大的风险，然后有可能去动摇你本身的基础哦。你要去顾好你现在的东西哦。你去做过多的尝试，承担过多的风险，它可能会去付出一些代价的，可能会去付出你的健康、金钱等等哦。宇宙其实并没有要你们去冒这样子的风险，因为你现在拥有的东西真的还不错，你可以去守住，你可以去守成。但是如果外在环境有变化、有变革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去除一些观念等等。像也许有些朋友，你们就是在一次剧烈的争吵中认知到彼此的心意，这个心意可能是你要走或是留，你要迈向一段新的感情，或是跟留下来好好共度这个难关。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好，皇帝这张牌，牡羊座在能量上就是事业上展示出很果断果决的领导力。我看见大家在事业上其实是很冷静、很有条理的在分析、在计划、在研究、在探寻哦。你们会关注一些重点的一个问题哦。你会喜欢分析啊，去想事情，用你的头脑啊去想一想啊，我要怎么样在我的工作领域中产生更多的价值，我要怎么样比如说更快更有效率的完成这件事情，或是说得到最大的一个产出。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的内心是觉得
非常的有成就感，而且大家看到这张牌有一个男神女神的这种形象出现，镁光灯的焦点就打在你的脸上，像大家都把你当成一个是值得学习的一个对象哦，想要去向你询问探寻你是怎么到达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目标跟地位。看到你们非常有自信、非常有责任的在完成你的学习，或者说推动你的某一项专案，而且你得到很好的成果。其实有一点点小骄傲的感觉，有一点点骄傲的能量会显现出来你们的这个成果，或者说你帮助人之后，你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成就感。然后你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形象，我觉得它是一种看似轻松毫不费力的样子，但其实你背后做了很多的努力。我觉得你们呈现在外人面前的那个形象很优秀、很美好，甚至很优雅。接下来呢，金币的侍者处女座的牌，非常实际的个性。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就是会很实际的去学习新的技能，或是投资未来的你自己。你想一想，做这件事情之后，3年之后、5年之后，它会发酵成什么样子？它会有什么样子的成果跟改变？我看见你们脚踏实地、专注在细节上，有助于为你打下坚实的一个基础。现在开始，永远都不晚了。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去脚踏实地的学习，而学习的这个过程，它其实会让你达成你人生中的目标，就像堆砖头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离目标很远，但渐渐的，这个房子它的样貌就成型了。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你们也是非常，这个比较像是某一个新的领域，或者说新的知识的渠道，打开你的视野，去学习，然后从头开始，初学者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看这两张牌其实有一个对比，前面这张牌皇帝已经到达了某一个高峰点，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可能在原有的领域之中，也许你会去拓宽，或是发展，或是去结合一个新的概念。可能有些朋友这个是有关于健康养生或是灵性的一个议题，或是有些朋友你是一个你本来是这种工程师，你想要去斜杠其他的专业。好，你本来可能是医疗专业，你想要去再精进其他的这种领域等等的。在那个领域中，你就是一个进入到新手村的概念，但是你们很脚踏实地的在学习，有朝一日呢，在这个新的领域中、新的范围、新的这个认知系统中，你们也会变成这种男神女神的一个概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给你们的一个解读哇，2张宝剑的能量宝剑7对应的是水瓶座，水瓶座是非常有智慧、创意、非常灵动的一个能量。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很聪明，就是在运用进退应退的时候，你会应用策略，它不会让人觉得不真诚，但是你就是有你的策略，你可能就是不会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但也不代表说你是在欺瞒。你们有你的方法，或者你有你的手段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们非常的灵活。就像这个女生一样，她可能很喜欢名牌，她就是一个名牌的爱好者，但是她有办法去得到她的名牌，不管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她有办法去得到她想要的一个东西。你有办法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透过灵活的这个手腕、方法等等，在不违背自己良心的状况下，你去取得一切你所想要需要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宝剑4它代表的是一个平衡跟休息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你需要一段休息跟平衡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有一些健康的议题的话，我觉得宇宙会给你，也许是透过某一个事件让你去休息放松。在这样子休息的过程中，有些朋友你们是这种实体的，可能真的是哪里受伤，然后他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跟静养。另外一些朋友，我觉得你可能是心理受伤了，在这个心理受伤的过程中，有人会来安慰你，甚至我觉得有些朋友，如果你是上一段感情受伤，就是心里有一个
破洞跟这种流血的伤口的话，有一个人他会来找到你，治愈你，会陪你度过这样子的一个时期哦。甚至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就是可能是在看医生，或是说在治疗，在寻求帮助建议的这个过程中，你就遇到了心爱的人、所爱的人，他可能就是你的咨询者、帮助者等等的。好，是一个非常体贴的能量。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能够重新的找回内在的一个平静。那如果已经有伴侣的朋友，我觉得感情生活也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支柱。你可能会跟你的伴侣一起把梦想落实，一起去实现你们脑海中有关于家庭或者有关于情感生活的那样子最理想的一个样貌。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祝福感恩第二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第三组的朋友们看一下，推开奇迹之门背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好运，什么样子的惊喜在等着第三组的朋友哦。好，你们今天呢选到这一张牌它的能量很棒，它是选择走自己的路。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一群在思想上，可能在行为上也是比较有自己想法，又比较有自己个性的一组朋友哦。你们可能会到了某一个阶段，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开始反省，开始反思说，你所处的这个文化体系，这个环境当中所规定的一些对跟错，它到底是不是有道理的？我们这样子每一天盲从的去做，或者说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事情一向都如此，我们这样子做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呢？有的时候你会想要摆脱这样子跟大家一样的行为跟心态，而去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同时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可能也会去担心害怕说别人会不会去反对，或者说不接受这个独立思考的你自己，或者说你需要去寻找一个新的环境，可能新的城市甚至新的国家来去适应你的一个状态，就是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地方哦。那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它都会让你保持在对的道路上，保持在正轨上哦。这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从以前就会去想说，你从小被灌输的观念，比如说从小父母教导你的一些观念，从小你在这个社会学习到的观念，女生应该怎么样，男生应该怎么样，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职业选择才是比较好的，以及人际交往的一些想法等等。他们到了现在这些观念以前可能适用，但是到了现在还是可以适用在你身上吗？你们会去想说，你还需要用这样子的旧的观念、旧的框架来束缚自己，来框架自己，来去达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吗？我觉得你们到人生某一个阶段，你就会想要去挣脱，你就会想要去找一个更符合内心呼唤的这一条道路哦，因为你不想要去背叛你自己。很多时候你很专注很努力的在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当下也不确定你可以得到什么，或者说你这个坚持在未来可以有什么样子的火花，什么样子的绽放，可以得到多少的收入的这个境界，可以赚多少钱哦，但是你就是想要往这条路走，你就是觉得这个是你很有热情的事情哦。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看见你们在发光发热，同时呢宇宙也会帮助你，它去帮助你什么，就是帮助你找到一条不单单是你自己有热情，同时呢你也是在这个领域这个赛道中你有优势，并且你做这件事情对其他人也有好处，也就是说呢你做这件事情自己开心热情的同时，对
这个社会对其他人是有好处的，因此别人会付你钱来请你继续做这件事情，它最终会达到一个正向的循环，得到一个双赢的状态。你自己做得很起劲很带劲，同时呢又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帮别人解决问题啊，改变社会它可能是一个很困难的很巨大的，事实上呢很多改变世界的一个观念，或者说一个潮流，它就是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开始持续的做，它最终呢会看见成果，会发挥影响力，同时呢你也会提供别人价值，你提供别人价值，别人就会赋予你很优渥的这个金钱作为回报，作为价值的一个交换。所以呢其实你们可以在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的这一条道路上获得优渥的金钱，获得丰厚的回报，不管这个回报是有形的也好还是无形的也好，就是你们都会得到一个丰收的状态。无形的包含别人给你的这种暖心的一个回馈，别人给你的称赞，你达到的一些地位等等的。有形的很实际的，就是这个金钱能量的一个回馈回流到你身上，让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让你可以达到一个很理想的生活的状态。另外呢，这边有些朋友，如果你已经到了人生成家立业的阶段，或是已经超过了那个成家立业的时期哦，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不用担心年纪，或者说你不用担心你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好像很难再有什么样子突破性的发展。其实很多精彩动人的这个篇章啊，可能正是因为你前面遭遇了那些经历、变故、打击，或者说低谷的一个状态之后呢，你才会被推向一个神展开，你才会被推向一个精彩的第二人生，你才会被推向另外一个高峰哦。可能有些朋友啊，你们就像这种慢飞的鸟，大只鸡慢啼，你们就是比较晚才达到人生巅峰的那个状态，可能前期你的职涯生涯发展并不顺利，常常转换跑道，或是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向，没有办法被看见，长期受到压抑等等的。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持续的走，持续的做，你其实这样子也是一种学习哦，学习各方面的一个知识。经过时间的淬炼之后啊，其实你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这样子的道路，而且你会在这条道路上发光发热，会红红火火，或是你们可以很长久、很长远的走下去。也就是说，时间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敌人。你们要尽可能的去宽广的飞翔，宽广的去接触这个世界哦。你们不一定要去跟每一个人建立很强的这种连接，然后也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去参加某一种社交团体去认识人，而是你在不经意的情况，在不同的场合中认识的某一些弱连接，最后呢可能会在你的生活中去帮助你，就是在不同的面向去帮助你。有的时候跳脱出同温层，到了不同的就是环境圈，不同的领域，他们可能说着不同的话，你不见得听得懂，但是也许他们能够更客观、更独特的去看见你的一个价值哦，就是你跳脱现在这个环境，可能来到一个跟你职业领域不同的地方，跟你思维模式、语言习惯不同的一个地方哦。好，你在这个地方中，你不见得一定要跟他们去建立很深的连结，可是呢，可能他们就会在你必要的时候给你提供一些资讯，帮助你找到突破点跟突破的方向。也就是说，广泛的去接触一些人，而不是刻意的去寻求这个连结，保持这样子的心态，继续的走。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落，就是你期待落空而想要去放弃，或是因为一时环境的消耗而想要去封闭自己，把自己的感觉封闭起来，就是说我就是这样
日复一日，好像很麻木的走下去，不用这样子看待自己跟看待这样子的环境。可能人生某些时刻就是有运气，你在比较不好的运的时候，你稍微沉潜，你继续的学习，最终呢，属于你的闪耀的时刻它会到来，你会看见走在这条路最后呢，你会有属于不一样的惊喜哦。好，这个是给第三组朋友的能量哦。接下来看一下我们3张独角兽的牌卡哦。好，第一张牌 Not a Peacock。 好，这张牌它一看很像是一只美丽的孔雀，但是宇宙告诉你说它不是一只孔雀，你们仔细看，它是一只孔雀独角兽。好，这张牌呢美丽，我觉得在接下来3到4个月的这段期间，大家真的是很漂亮的绽放，在能量上是处于一个绽放的状态。哇，你真的是很赏心悦目，而且这个色彩它不是内敛的，它是非常的突出来的，就是非常的吸引人眼球、吸引人目光的。别人一看到你，他就要惊呼说：哇，你身上的这个状态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当孔雀独角兽这张牌出现它其实会用它缤纷的羽毛跟它优雅的状态去传递给你同样的能量哦。这张牌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去看一下镜子中的自己哦，你会惊喜的发现你其实是无比美丽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宇宙想要告诉你说，花一点时间去额外的准备你自己，可能它是一场重要的约会、重要的聚会，或是跟某一个人的见面，也有可能就是为了你自己的一场精心的打扮，好好梳你的头发，头发梳的恰当好处，穿上你最适合的一个衣服用美丽装点自己，把这样子的美丽，这样子的振动频率带给世界，因为世界正需要你去绽放，你们真的是光彩夺目的一个能量哦。好，第二张牌不是火焰。一开始看到这张牌很像是一团火焰，但它其实呢是什么？它是创造力，它是火焰中的独角兽哦。大家看一下眼前这个跳动的火焰哦，它其实是指引大家进入到内心最深层次的创造力当中，所以它并不是普通的火焰。你看这个火焰旁边有非常多火焰的蝴蝶在飞舞哦。这张牌想要跟大家做一个连结哦，想象自己跟火焰独角兽在一起，火焰独角兽它邀请你穿过它的身体，这个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当你完全投入到这个创造之火的时候，你内心不再有恐惧。好，如果你生命中有什么样子的挑战这个火焰独角兽告诉你说，奔向你下一个挑战吧，因为它不是一个挑战，它会轻松的带领你跨越、创造、绽放并且闪耀。我看见你们内心之火炙热的燃烧，你非常有动力想要去做什么，而且展现在你面前的是光明、温暖、充满奇迹的一个未来哦。接下来这张牌Not a Dragon， 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它看起来有一个神兽，在神兽旁边呢又出现了蝴蝶哦。好，蝴蝶也是蜕变的一个意象跟象征哦。这个神兽这个身影，它是蜥蜴吗？还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只龙的独角兽，它看起来很像龙，但是不是龙哦。好，这只龙的独角兽，它连接到的是远古时代的记忆。远古时代的记忆就是地球上最纯粹的一个意识状态。早在人类诞生之前，我们的意识状态就在
核心当中去回想、去震动，而他想要告诉你说，这个纯洁啊，它会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就像这只蝴蝶之灵一样。你们的纯洁，它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的。你可以轻轻的抓住这只龙独角兽的翅膀，为什么？因为它要带领你飞越天空，带领你翱翔四方。你可以轻轻的感受它鳞片上的触感，看着身旁的云朵飘过，你本身就像这个蝴蝶一样哦，蝴蝶翅膀的震动，你也感觉到你身体的一个律动。所以呢，我看见你们要展现的是最纯粹、最真实的一个自己哦。你会赞叹你自己，你会看见你自己最真诚的这个本性跟本质哦。而这个纯洁啊，它其实也是需要被保护的，因为在现在当今的这个世界啊，可能有非常多的一个陷阱、诈骗跟欺瞒哦。如果太过纯洁，是不是就会被欺骗、被诈骗、被欺负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除了纯洁之外呢，你们还拥有一个巨大的力量，就是你们的这个纯洁的意识跟世俗的振动频率是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界限。其实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别人背后的念头、想法，然后你也知道要怎么去应对。只是你们选择了某一个程度，你选择了善良。这个善良不代表说别人可以去欺压你，而是你在一个不会被影响的状态中，你选择了善良，或者说你选择了保持本心，去隔离那些世俗的尘埃、杂物等等。好，接下来呢，看到这张牌是调频，调整你的频率，它是一张能量吸引，然后也是一张拥有吸引力的一张牌卡。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牌面中有一颗巨大的玫瑰石英水晶哦，它矗立在古老沙漠的一个中心哦。这个沙漠它是一个很遥远，然后人烟稀少的地方。这个地方它非常的安静，不论这个时间流逝，不论四季更替哦，它的力量都在这边稳定的、安定的不动，并且不断的累积跟扩展。这个就是你们的力量。宇宙中的一切，包括你在内，它都是由能量所构成的。每一个事物都有独特的振动频率，而对你来说呢，这个光的能量是无条件的来治愈你，来让你放松的。它是来自最高频率的爱。那在这个爱，这个石英的水晶，它的爱之外，它有黑暗的部分。这个黑暗啊，这个阴影的能量，它可能是你内心中一些朦胧恐惧的部分。这个朦胧跟恐惧，它其实也是一个必要的，是你成长之中必需品。它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一边是黑暗恐惧，一边是爱跟温暖的力量。因为你经历过了黑暗，你才知道什么是光明。因为你经历过痛苦，你才能够去理解到什么是疗愈跟温暖。而这一组的朋友看见，因为你曾经可能跌落谷底，可能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在你身上，因此你能够更看清你自己在哪一方面需要更多的疗愈，以及你更看清哪一些地方是温暖光明的所在。你们可以将这些经历的沉重转化成更高频率的一个选择哦。你们每一天、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表达，都是跟宇宙能量作为交换。你们是一个强烈的振动体，同时你们也会吸引跟自己能量相匹配的人际关系跟某一个模式。所以呢，当这种磁吸力它变得不平衡或是不健康的时候，人生中的某些课题它可能会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回来找你，直到你学会了，直到你疗愈了，直到你
挣开了某一个束缚，或是某一个情境中未解的创伤等等。也就是说，你会透过这样一次一次能量的流动，最终找到回家的路。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接下来即将越来越能够增强自己的直觉，带着更清晰的目标往前走。就是说你调频到对的方向。所以很重要的是，这张牌带来的一个讯息，在感情上的一个好消息。这一组的朋友，你过去啊，可能在感情上有一些阴错阳差的一个状况，就是你遇到一个人很有好感，也很聊得来，彼此想要更进一步，但是可能当时那个时间点不对，也许他正在专注在学习，或是他就是要出国了，他要离开了，因此你们很难去维持那样子的联系。或者是说你其实生命中也遇到其他的机会，可是总是好像不知道什么，两个人明明也看对眼，明明就可以发展，但是却出了一些状况，以至于这个沟通总是有一些隔阂，总是有一些困难，没有办法把心意好好的传达给对方，或是因为各种因素的误会，两个人最终没有办法走在一起。即使你们看起来是非常相配，非常登对的一对，即使你们各方面都很适合，你也对，就是彼此也很有意思，但是好像就是差了这么一点点，没有办法走在一起。接下来这张牌，当你调频调对了之后，宇宙就会把那些所有的障碍都清除。可能过去啊，你跟他聊天聊了一半，你会觉得对方不够主动，不够积极，是不是就要放弃？也许你现在会换一个思考模式，说可能对方真的在忙，好，你就是主动一点，积极一点去维系这段感情，或者是说你跟他的这个见面，这个邀约总是有一些阴错阳差的状况，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真的见到面，真的连接到一起。也许你可以为一些这种事情的安排能够更细致，或者说能够去更排除一些状况来维系这样子的关系，因此你们就不会一支一支的再错过。这样子的错过可能不仅仅发生是在感情生活当中哦，有一些人生千载难逢的机会，有一些良师益友，或者说有一些职涯上突破性的发展，可能过去你也是不小心的错过了。可是接下来我就想要告诉你说，你们会去调成对的频率，就是你会先做好准备，你会等待机会的到来哦。你先把网去捕好，你有一张很大的网，当鱼来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松的去把这个鱼捕获，而不是等到鱼来的时候，等到机会来了，等到良缘来了，你才在那边织网。宇宙也告诉你说，当你调频的时候，我看见你们的内心会更加沉静跟安定，就是你不会很焦急跟焦躁，非要在某一个时间点快速有一个结果。可能过去你遇到一个不错的人，只是当时他的状态不是这么好，可能他工作感情或者说他的内心自己经历了一些煎熬的状态，他可能从某一段感情中刚刚走出来，或者说经历事业的低潮，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好好回应你，没有心力去回应这份感情跟这样的连接，可是不代表说他是一个不对的人。当你用一个更宽广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让这一段感情有一个发展的余地，给他留有一个空间之后呢，会有意想不到的连接跟变化。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当你把调频调对了，就是宇宙告诉你说，接下来你会走在对的这个频率上，你就会经历更多美好的事件发生在你的生命中，以及更滋润更滋养的关系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同时啊，这张牌也代表的是一个创意的磁铁，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个创意力迸发的时期哦，就是脑中有很多的点子，很多的想法，想要把它具体而为的执行出来，一个作品，一个专案，或者说一个影音，或者说一个解决的方法等等，在你脑海中很轻松的蹦出来，这是很多的这个解决方案，很多的灵感源源不绝的涌现。好，下一张牌哦 Doors of Perception， 我们来到了感知之门，感知的大门哦。这张牌非常的特别哦。
我们看到在古老的山脉岩壁上有一系列神秘的门洞正在透出璀璨的光芒，而有一个探索者，他站在这一系列很诱人的门前面哦，他跟随着内心的渴望踏上旅程。这么多的门应该怎么选择？这个探索者应该怎么选择呢？这张卡片啊，代表了大家在人生路途当中，在十字路口面临的一个抉择跟选择哦，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抉择点。你选 A 跟选 B， 选这个人跟选那个人，选这条道路跟那条道路，选择出国不出国，移民不移民，它可能会造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而这个道路的选择也是拓展你的视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好，这张卡片它象征着丰盛，它也提醒大家说，在做出人生关键决定的时候，你要去倾听高我的声音，远离任何可能会伤害你灵魂的事情哦。你可以在做选择之前稍微先退一步，客观的审视，客观的反思，客观的去思考你目前所遇到的每一种状况，每一个人等等的。有的时候你就是要跳脱出来，往后退一步，去看看眼前中这么多的选择，这么多诱人的机会，每一个它都有吸引力，但可能当中也有一些潜在的陷阱，可能你会被某一个选项所吸引，沉浸在这个选项给你带来的好处跟魔力中，但是宇宙告诉你说，你要去忠于自己的最佳利益跟长远的利益哦，特别是在选择伴侣上，选择一个对的伴侣这件事情真的是十分的重要哦。它不光是选择爱情，它也是选择一种生活的模式，所以要找到一个跟你价值观相近，或是愿意跟你共同成长的人，他才会让你的人生更美好。其实前面选错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张牌的出现代表说你们拥有重新选择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你要去看见眼前所呈现的这么多门、这么多选项中，有些东西外表看来是礼物，可是最终它可能通往的是一个空虚虚幻的结果。还有这么多门啊，它看似一模一样，但是不是每一个选项都是平等的。有些选项的存在它是无意义的，它可能只是在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去偏离你的最高的符合你最高利益的那个选项哦。如果你现在感觉到压力很沉重，请你专注在你想要的事情上，专注在让你感觉到最有活力的方向，并且信任你的内心跟随直觉哦。在某些情境下，你会觉得做出这个选择是能够来提升你当下的生活的，但可能换了一个情境，你的这个选择的答案又不同了。还有你在真正的踏入这个门之前，可能前面会有一些变数，你们也可以将这些变数纳入考量。但是宇宙告诉你们不用担心，因为你们前面已经经历过调频的过程了，所以最终呢，你引导的这个选择，它会是适合你的。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里面会不会只有一个适合你的选项，不会哦。其实很多条路都是适合你的，只是看你当下的那个状态，看你当下的那个感应，它有最适合，以及也是很适合的这个选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你只有一条可以走的路。事实上，这当中有很多道路走下去，它都是有风景，都是有漂亮的风景的，都是有不同的体会跟滋味的。就是你走下去之后，你会看见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人，但是最终都要跟随你的直觉，你的直觉会指引你的步伐前进，让你能够去走到一个满足的高峰哦。这张牌其实跟我们第一张抽的这张牌走正确的路，选择自己的选择，忠于自己的选择，其实是很相近的一个概念因为大家要确保自己走在对的路上。很多人活得很辛苦，活得很累，是因为他花了一辈子或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不快乐的事情，去追求
别人眼中的成功，去爬那座别人都在爬的山，别人叫他应该爬的山哦。其实大家慢慢的去走对的道路，慢慢的去爬对的山，比你去爬一座错误的山，但是爬得很快好太多。所以大家要专注的是你的这个方向，而不是你的这个速度。你可以放慢角度去享受这整个过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月亮牌卡。好，我们第一张牌是与月亮对话沟通哦。这张牌呢，宇宙想告诉大家哦，你们前景看好，不过呢，你们需要稍微沟通一下。要跟谁沟通呢？跟你的高我，跟月亮，或是跟你身边的某个人哦。你可以先从跟高我的沟通开始，因为高我是你跟世界连结的一个起源，你跟这个世界所有生命连接的一个开始哦。所以你要跟高我连接，它是最简单、最轻松的。你可以去静坐冥想，去询问你的高我关于你现在的状况，你有什么需要了解的，静静的闭上眼睛，然后放轻松，去寻求高我给你的答案。好，另外呢，这张牌也提醒哦，你需要跟现实生活中某一个重要的人去交谈，跟你现在这个情况相关的人，或是其他能够帮助你的人，也可能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某一个弱连结关系的人，就是你跟他可能没有实际的见过面，可能只是在网络上交谈，或者是说你跟他的关系没有那么深，可是他确实愿意能够有这样子的资源去帮助你，他提供的讯息是你所需要的。这张牌告诉大家要保持沟通管道的畅通哦。月亮它是强大又完美的沟通管道，而且月亮它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这张牌有很强烈的情绪感受的能量，所以要好好的去挖掘你内在的感受，答案就会浮现。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你也会有情绪反应跟感受嘛，透过这样子的感受反应，你可以去明白清晰说什么样子的征兆，什么样子的答案，什么样子的人他是可以真正的去帮助你的。而这张牌会出现，也就代表说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去帮助你。这个帮助是对于你的事业、学业，或者说对于你的前景，你要朝你理想的这个状态前进的时候，他提供给你的资讯建议都是有很重要的帮助的。接下来这张牌阳月，阳月回归到内心的力量跟内在的资源哦。当你们调频调对了之后，是时候取回你自己的力量哦。如果你跟某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他常常让你感觉到你不够好，或者说你跟这个人做感情的连接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总是被批判，总是被嫌弃。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自我价值低落。这个是宇宙对你发起的灵魂挑战。这个灵魂挑战是要让你更相信好自己，你要去照顾好自己，养好自己，好好的对待自己。我们不需要过于抬高自己，就是不需要夸大，但也不要去贬低你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这种评价的位置上。不需要过度检讨过去你犯的错，跌的跤，不需要过度的去检讨你自己，因为你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它可能会成为你未来生活中的养分，或是某一种护身符，它可以让你在某些情境中去发挥你在过去的课题中学习到的这个能力跟知识，也可以成为去安慰倾听别人的一个养分哦。所以这张牌的目的是说，你经历了这些事情，它是为了让你更相信你自己。这张牌的出现是告诉你说，找回你内在的力量，即将你们想要的时刻要发生了。你们已经拥有力量，拥有你所想要实现目标所需要的一切力量，但是你需要去向宇宙展现出你的实力跟你的韧性哦。这张牌的出现代表说，你们已经走出这个阴影的部分，
你们被爱疗愈了，你们痊愈了之后，发挥你的力量，你不会再躲在阴影里，你不会去假装很谦卑，不要去看清你自己，也不要去告诉你自己说还不行啊，能力不足啊，其实这些都只是一个虚假的谎言，你现在就已经具备了所有应该具备的条件，所以你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始做起来，而不是空想，要开始去行动。你过去所经历的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啊，成就了你今天的一个样貌，也成为你继续往前走的所有的资源。所以大家不要躲在人群之后，反而你要先行动，先选择，先去大胆的跨出第一步。这个阳月啊，阴阳符号中的阳，代表了阳性能量的一个拓展，阳性能量的一个开展。所以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日子，我看见你们是很有行动力，很有执行力的，再去往你所想要的道路上笔直的这个前进，笔直的绽放出你身上应有的光芒。好，下一张牌是 Cinnamon Rose 肉桂卷哦。好，这张牌出现啊，其实代表说，哇，你们有一个爱情上的惊喜要来了，有一个人他会去温暖你的心，他提供了你很多的安慰，要给你就是他已经准备好给你们，所以要请你先敞开你的心扉。肉桂卷这一张牌，它是一个非常在爱情里面很积极的一个象征跟征兆哦，很可能选到第三组的牌的朋友，你们即将会有一个重要的承诺正在接近跟发生，它很可能是提出一次约会的邀约，关系的确定，一次表白，一次求婚等等的，有一个什么样子重要的承诺，它正在成型。这张牌是一张充满甜蜜的卡片，所以感情生活中美好的时刻已经出现了，你会发现你所有对于感情期待的这个愿望已经实现。同时呢，这张牌告诉大家说，你内心的这个感恩跟积极的心态会吸引你会吸引更多的美好进入到你的生活中。随着时间的往前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见你生命中有更多的丰盛跟祝福进入到你的生命中。那请大家的这一份肉桂卷，除了自己享用之外，也要跟你的朋友亲近的人去分享这个喜悦，跟别人共同的去庆祝。就是说你去庆祝你的喜悦的同时，也要为了别人的喜悦跟祝福真心的去祝贺，也要参与别人生命中的一些重要的时刻，分享自己的喜悦，与其他人共同庆祝，也要去参与别人的这个幸运哦。你对别人的善意跟帮助，它会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回馈到你们身上。我觉得特别是在感情的这一块啊，你们抱持的心态，你们的这个感恩心，或者说你们一路以来的这种不放弃，以及你们想要去拯救自己，这也是自爱的一种。这样子的自爱让你去迎来生命中这样子的甜蜜，这样子的重要的承诺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所以恭喜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哦。好，那下一张是温室哦。温室这张牌，它有一个准备规划的概念，播种的概念哦。温室这张牌啊，是这个女巫牌组中最正面、最积极的一张卡片。你们选到这张牌，代表即将迎接一个充满喜悦、全新的开始，有可能延续了前面这个你们被表白之后，新的恋情降临；你们被求婚之后，好，新的感情生活、家庭生活要被组织起来了。这张卡片很特别的是，这个新的开始，它是你们自己去选择，就是你要说我愿意，就是我愿意选择这个道路，愿意选择这个人，他才会去开展。这里面包含了你自己的选择，以及这个选择是你期待已久的。所以呢，你选择一个你期待已久的事情，好，它已经发生了，它已经展开了，你们拥有一切的潜力去完成这一条道路。所以呢，我看见你们最终走在这一条道路上，
它是会很成功的，不过前期会需要去播种，就是无论是在事业或是学习或是在感情，你们都要播种，不是说进入到一段感情关系之后就是躺平，什么都不做，等着别人来去维系这样子的感情哦。你也是要去倾听对方的心声，去关注对方的需要，这个就是一个播种的阶段，或者是说你要去想要出国啊，你想要去学习啊等等，你要去研究有什么样子的资源，什么样的组织可以帮助你，以及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计划等等的。抽到这张卡片就代表说，其实你眼前的道路已经很清晰了，而且你在宇宙温室的保护下，你其实已经开始行动了，你不用等待一切都准备好，准备就绪才开始行动，你现在就可以去朝着计划前进了。我们看到的这张牌是家里的小老鼠 House Mouse。 这张牌是什么呢？这张牌代表了无畏的一个自信哦，你们有能力，而且你有自信去实现某一个信念。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小老鼠它穿梭在巨人之家行走的时候，或是在爬的时候，它对它来说这个家具都非常的大，家里的宠物就像怪兽、野兽一样、巨兽一样，很恐怖。因为小老鼠很小，所以任何事情、任何东西在它的眼里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只小老鼠它仍然鼓起勇气去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呢，你抽到这张牌代表说自信是一个关键。如果你愿意展现自己，行动起来，你的进展会更快速。你们有勇气往前走，这个勇气它并不是说你就是不会害怕，这种毫无恐惧的勇往直前，盲目的乱冲，不是哦。这个勇气是经过你们前面的播种规划之后，你内心虽然害怕，但是仍然愿意去做，仍然相信自己。就说你可能带着一丝丝的害怕前进，当你相信自己的时候，别人也会相信你。所以如果你们生命中有一些新的恋情、新的人生阶段、新的项目、新的职业发展的一个选择一个议题哦，这张牌是一个成功的好兆头。这张牌出现代表说你们正受到很多的关注，你可以好好利用这一段上升期跟高峰期。还有刚刚说过，有些朋友你们会面临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这种表白，要不要进入一个关系啊？我要不要当爸爸妈妈？我要不要组成家庭等等？可能关系有一个重要的突破，你可能会犹豫应该要怎么做。说不定有些人你则是想要选择结束一段关系，要不要恢复单身？最终呢，你可能会发现其中一个选项更加的就符合你内心所想要走的这个方向。虽然你不知道前方等着你的是什么，但是宇宙会在它这个无条件的大手的支持下保护你。我看见你们就是心中带着一点未知的恐惧，但是仍然勇敢的去往前走，勇敢的相信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哦。好，牛奶月光的女巫这张牌哦，代表的意象非常非常的好，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潮流流向已经转向对你有利的方向了。好，你们可能过去有一段时间是逆流嘛，那或者是说你会去假设逆流的状况，你有可能就是放弃躺平或是不动，或是说你想说我干脆就是顺应现在的这个流势好了。但是现在这个状况是反过来，就是潮流顺应着你，潮流转向对你有利的方向，转向你的渴望。针对你这个处境啊，答案会变得很明确、很明朗。你想要的公平正义会来到，就像满月的月光在夜空中绽放一样。对于大家所关注的这个议题啊，过去可能有一些真相是被隐瞒的，有一些资讯是找不到的，或者说你不知道关键的讯息，你只能去猜测，你只能去探索摸摸看。有可能你前面的这个探索跟猜测，或是对某个人判断是错误的，但是接下来这些真相都会被显明。也就是说，某些事件它要推向高峰，你拥有一切必要的资讯来做出正确的判断。可能你正在去发展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什么样子的项目，什么样子的品牌跟副业，你过去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去
运营好，现在所有的资讯都已经来到，事情将往好的方向发展，大家会进入一个正能量跟滋养的时期。还有就是这张牌，你们会有财务上巨大的收获，或者是说在法律的这种竞争中，法律的这种裁判审判中，或是在某一个大型的比赛竞争中脱颖而出，取得最后的机会跟胜利。它可能是这种很多人的考试，就是很多人去竞争那个最后的胜负，或是小小的名额，你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的下一张牌哦，North Star 北极星，北极星出现了。这个牌就是你带着目标专注在你的道路上。北极星是一个指明方向的牌，北极星是夜晚的空中最与众不同的一颗星星哦。当地球旋转的时候，大多数星星的位置会改变，而在北半球，北极星它始终指向北方，为迷路的人提供方向。如果是在南半球的朋友，你们对应的星星就是南极星。所以这张牌啊，其实告诉大家，很多人已经找到心中的这个北极星，就是衡量你生命的一个指标。当你迷失的时候，你能够回归你心中重要的北极星，个人的价值信念，或是某一个目标，就是当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本心，你的初心。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是背后有一个意义嘛，有一个动力。你可能是因为你对家人的爱，你想要照顾家人，你去做这样子的事业，你去付出这样子的努力，或者是说你想要达到的人生的成就跟目标，你希望别人怎么看待你，或是某一个影响你很深的人。可能他提供给你的指导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座右铭，你想要像他一样可以成为一个温暖别人的人等等的。所以这个北极星会在你迷失的时候继续的指引你。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暂时脱离当前的那个处境，或者是说去抽离当前的环境，远离一些人，重新的与你天空心中的这个北极星做连接。因为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会让你怀疑自己，会让你分心，会让你偏离航道，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专注在生命中的这个北极星，你就会去看见哪些事情需要去放弃。就是在梦想的道路上，在你实现理想的这个道路上，有些东西它是需要去放弃的，有舍才有得。因为你一天就24小时，你不需要去塞给自己满满的工作量，放弃一些东西，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是最能够对齐你人生目标的。有些人更加重视的是家庭的连结，所以你就是要减少工作时间，多花一点时间来陪伴家人，就是看你们心中的这个北极星是什么，去舍弃一些枝微末节的事情哦，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人事物以及你自己身上，你自己想要去体现的那一个状态。好 Peppermint 薄荷哦，薄荷这张牌出现在这里，厉害了！它是要来帮助大家清理有害的关系跟行为，它要帮助你带走那些阻碍你的人事物，清理所有不属于、不在你未来愿景的人事物。就像生命中的感冒或是发炎生病一样哦，你的人生当中，你的心灵当中也可能会被某一些病毒跟细菌感染。这些毒素它可能是一种有害的关系，有害的信念，自我破坏的一个行为，或是逃避的一个方式呈现。所以抽到这张卡片的同时啊，宇宙告诉你说，你生命中有一些毒素，它正要被移除哦。凡是会去好像压抑你的力量的，会让你往后退的这些东西，即将被清理，即将被移除，或是宇宙会帮助你减少这一些有害的事物对你的影响哦。同时呢，大家也要去重新的去看一看当下的这个环境，就是有些事情过去这么做是可以的，但现在这么做，或者现在继续抱持的这样子的信念，可能它已经变成不利或是有害的。
所以需要去摒除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概念跟观念，而大家也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一个健康哦。宇宙其实是在提醒大家，对于自己健康的一个关注，你的健康、你的身体啊，是一切的根本，不要去过度消耗自己，不要去为了一些蝇头小利，或者是说一些不值得的事情去牺牲你的健康。健康是最值钱的资产，没有它什么都不重要。所以呢，跟你的身体去合作，而不是要去对抗你的身体，否则长远下来，其实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治疗，就是你会花更多的时间跟金钱去治疗你的健康。这张牌是一个提醒的牌卡，也是一张帮助的牌卡，宇宙会帮助你清除一些负面的一个信念、概念以及负面有害的人事物，让他们去远离你。好，接下来看到这张牌是 Rosemary Bread 迷迭香面包哦。好，这张牌可以感受到它芬芳的香气吗？牌上画着一个妈妈还有一个小女孩哦，他们正在做面包，看起来非常的温馨哦。所以牌卡其实是要来帮助大家唤醒这样子温馨的记忆跟回忆哦。迷迭香它是一个具有疗愈力量的植物，象征着温暖，也就是说大家宇宙呢会在精神上去保护你得到一个情绪上的平衡跟和平。可能在接下来的3到4个月，你会去连接一个对你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人，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他联系了，但是他在你的生命中持续的关心你，还有持续着想念你，你会跟他去分享你生命中的一些经历跟感受，与你最亲近的人去建立深层次的连结。我看见你们即将把自己沉浸在，或者把自己放在一个充满爱跟支持的氛围当中，并且去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有些朋友疗愈你的，他很可能是一个毛小孩，是一个就是你很亲近的宠物家人、宠物伴侣等等的，你跟他连接的同时，你会在这样子的亲密的关系中找到疗愈，找到力量哦。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 Casserole 砂锅菜出现了。好，砂锅菜呢，它是一道融合的料理，它融合很多不同的食材，比如说它的肉啊、鸡肉、火腿，或是蔬菜啊、胡萝卜、蘑菇，以及它的这个米饭，或是马铃薯等等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料理啊，代表融合契机跟和谐相处，不同的食材，好放在这个砂锅中，可以成就出一道美味有香气的料理。这张牌的出现，恭喜大家，你们生命中有一个重要长期的连接已经形成，或者说正在形成，所以它跟前面这个爱情的征兆的这一张牌，其实就是非常的连结，可能就是因为你接受了某一个人的表白跟求婚之后，你跟他长期关系、重要的关系已经在形成了，他很可能是你的爱情上的灵魂伴侣，或者是工作上某一个可以跟你共同合作的好伙伴、商业的伙伴，或是某一个资助你的人、天使投资人，也有可能是家庭里有新的成员、新的宠物来到你的生命中。这张牌也象征着很多朋友，你可能找到你生命中的人生使命，或是定居在一个让你感觉到像家，让你觉得像是回家的一个地方。它可能是一个这个房屋、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国家，让你觉得就像砂锅菜一样，这种新的连接让你带来温暖、熟悉跟舒适的感觉。这个关系，或者说你跟这个城市、跟这个住所的关系、跟这个国家的关系，就会居住在这个地方，你觉得很和谐、很温暖、很适应，这样子的搭配让你觉得可以非常的稳固，你可以去跟这个关系，或者说居住在这个地方长久的继续的，就是筑巢在这里，长久的跟这个人继续的连接下去。有些朋友你现在可能正在去考虑促成一些事情的融合，某一个这种团体的组织，你要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或者说某一个
项目，你要去做最后的统筹，某一些资料、某一些材料、某一些概念，你要把它集合起来，发展成一个这个最终的结果报告，或是有些朋友你可能要再去想说，这个融合是一个重组的家庭，不同家庭的一个融合。这张卡片告诉你说，所有的人都会在这样子的融合中找到平静跟快乐。另外呢，财务方面，这张牌象征着稳定跟舒适，还有你们会获得财务上的意外之喜。这个意外之财之外，你们还可以获得一个长期创造财富的机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可能家族的事业，或者运营下去之后，它可以长久的给你带来复利的效益，可以给你带来长期回报的这样子的财务上的一个机会。好，那就恭喜第3组的朋友咯。我是米娅，希望今天的解读有帮助到你们，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